就是说，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朋友向你倾诉烦恼时，你头头是道的分析问题，提出建议，简直是像个人生导师。但一旦换成自己的事情，立马就乱了阵脚，情绪上头，思维打结，连最简单的决策都举棋不定。为什么人们总是劝人一套一套的，轮到自己的时候就完蛋了呢？心理学家给出了一个有趣的答案：换个方式跟自己说话，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今天敏感我又为大家带来一个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敏感，点个赞，点个订阅，支持一下。你们人类总爱引用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还把认识你自己当作通往智慧的捷径。可问题来了，这种反思自己的方式到底有没有对错之分呢？光是一个劲的在脑子里打转，反复琢磨那些烦心的事，其实没什么作用。相反，它可能让你越想越乱，陷进情绪的死胡同。研究发现那些老是反复思虑的人，在面对压力时，往往难以做出明智的决策，患上抑郁症的风险也会增加不少。有意思的是，科学家反而推荐了一种古老的表达方式，连凯撒大帝都在用，它叫做他称英语里是这个单词，意思就是用第三人称来谈论自己。顺带一提这个词是诗人科勒律治在1809年发明的，源自拉丁文，意思是他那个家伙。你们人类的脑子里总有一条内心广播在不停地说话，这种自我对话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情绪、行为和判断。通常情况下，人们用我的这样的第一人称跟自己说话，但有一种看起来怪怪的方式，用他或他甚至是自己的名字来说自己，其实效果还挺不错的。举个例子，你和你朋友吵架，如果心里反复想着我怎么这么委屈我真的受不了了，你这样就会容易陷入情绪的漩涡。但如果你换种说法，就说小明现在很难过，但他也开始理解对方的立场，这时候你就像一个旁观者，在看着小明经历情绪这个小明就是指的你自己嘛。这种心理距离让你更容易走出情绪，回归理性。心理学家称这种现象为所罗门悖论。人们在给别人出主意时，往往比自己做决定更有智慧，而第三人称的内心对话恰好打破了这个悖论。这一点点视角上的转变，就像打开了一扇窗，让人们能跳出情绪的迷雾，看清问题的全貌。那么关键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个简单的语言小技巧能让人变得更聪明呢？研究表明，用第三人称思考确实可以在短时间内提升决策力。而最近一篇发表在院本平台的研究更进一步，他发现这个方法对长期的思维方式和情绪管理也有积极的影响。研究人员指出，这项成果首次证明智慧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一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训练出来的能力，还发现了具体的训练方法。这项研究背后的主力人物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心理学家格罗斯曼，他一直致力于把智慧这个看似虚无的概念变成可以量化研究的科学课题。早在他的初期实验中，格罗斯曼就成功测量了所谓的明智推理能力，而且证明这项能力确实和一个人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就像智商一样重要。他的方法是让参与者大声讲述一个私人难题或政治议题，再根据几项被广泛认为是智慧核心的标准进行评分，比如有没有理智上的谦逊能不能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是否接受不确定性是否愿意寻找折中之道结果发现，在预测一个人是否幸福、与人关系是否融洽方面，明智推理的评分比智商还准。换句话说，智慧并不只是聪明，而是一种处理生活问题的方式。后来，罗格斯曼联合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克罗斯，两人通过一系列实验深入研究如何提升这种智慧。他们发现，用第三人称说自己这招就非常有用。当人们被要求用他或者自己的名字来描述自己的烦恼时，他们往往会表现得更加理性，更能听取别人的观点。这个方法的核心在于它能拉开一段心理距离，你不再是那个被情绪压住的人，
而像个旁观者一样，冷静地观察自己的内心世界。当你用第三人称跟自己对话时，就像站在镜子外头看着里面的那个你。这种外视角能让你更清晰地看清自己，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心理学家克罗斯曾说，语言就像一种心理工具，能帮我们在自己和情绪之间拉个距离。另一个研究者莫泽也指出，当我们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其实就像是在看别人的方式来看自己。这种拉远的感觉会让人们在评估自己的时候更加客观，少点情绪干扰，多一点理性判断。就像别人有难题，人们像智者；当自己有烦恼的时候，就成了智障。第三人称自我对话恰恰可以帮助人们打破这种只会劝别人的局限，把自己当成别人来思考，有助于从情绪的漩涡中抽离出来，用更冷静的心态去看待问题。想象一下，你刚和伴侣吵完架，情绪上头，如果这时你换个说法，比如这里写你的名字，觉得很委屈，但他也意识到可能他自己理解的不够全面，是不是立马理智了不少？再比如你正在考虑换工作，这时候如果说某某某想得很清楚，他在权衡利弊，不是被情绪推着走，你是不是更容易看清自己的真实想法？不过之前的研究大多只是观察短期效果，也就是说大家还不确定，如果人们经常练习这种用第三人称跟自己说话的方式，它是否真的能变成一种长期的智慧习惯？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罗格斯曼和他的研究团队招募了将近300名的参与者，展开了一项长期实验。第一步，参与者要讲述一次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社交难题，然后2位专业心理学家会根据一些智慧评估标准，比如谦逊、换位思考、接受不确定性等，给他们打分。接着进入关键阶段，要求所有人连续写上4周的日记，每天写一件当天发生的小事，可能是和同事的分歧，也可能是听到一条坏消息。但有个差别，一半人用第一人称写我今天很生气，另一半人要用第三人称写，就比如某某今天感到很生气。4周后再次进行智慧水平的测试，结果一目了然，第一人称组变化不大，用第三人称记录的那一组，在谦逊、换位思考、寻求折中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升。更有意思的是，这种练出来的智慧还能延伸到情绪调节上。在实验结束时，研究人员又让大家预测未来1个月里，你和某位亲近的人之间会不会出现信任下降、失望、愤怒之类的情绪波动。1个月后，参与者反馈了实际情况，结果发现第一人称组普遍高估了自己的积极情绪，低估了负面情绪，而那些用第三人称写字句的人预测的更准，心态也更稳。换句话说，他们的情绪确实更平和，说明更高的智慧帮他们更好地应对了生活的起伏。这种冷静从容并不是靠努力压抑情绪换来的。多项神经科学研究，比如密歇根大学与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合作实验，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研究人员用脑电图和功能性磁共成像观察人们在面对负面刺激时的反应，结果发现，当人们用第三人称对自己说话时，大脑中的那些控制情绪反应的区域，比如前额叶皮层的活跃度会迅速降低。更有趣的是，这种情绪降温并不需要调动额外的脑力，说明这是一种省力又有效的方式。比如，当你要上台演讲，紧张的要命，与其在心里默念我能行，不如换个说法，某某某可以做到。这听起来像是自言自语但其实是你在悄悄调节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更快恢复冷静。为什么这种方法这么管用呢？大概是因为它绕开了人们对自己的过度关注，避免了那些容易放大情绪的思维陷阱。说实话，一开始我也觉得用第三人称呼自己，像小明觉得自己一定很努力这种说法，听起来就像是小孩子才会说的话。想想芝麻街里的艾尔默，或者美剧《宋飞正传》里那个超级讨厌的吉米，他们都爱用这种方式说话，但没人觉得他们成熟或者聪明，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自恋的表现，太过强调自我了，这不就是智慧的反面吗？诗人克勒律治也批评过这种做法，觉得它像是一种掩盖自恋的手段。再看看现实的例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经常用第三人称谈自己，你说这是谦逊还是秀优越感呢？就很难说了。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你用这种方式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耍酷、搞权威，那确实容易跑偏。但如果你是真心想要反思，想看清自己的想法和情绪，那么用第三人称来自我对话，反而是一种能提升智慧的工具。研究者们也在好奇，这种方法是否只适用于面对个人困境，还是在其他类型的决策中也一样有用？答案可能是，当然有用。比如说，在玩扑克的游戏中，反复纠结和情绪波动，反而会让你做出更糟的决定。职业玩家们往往都强调冷静和情绪隔离，这跟第三人称思维的作用不谋而合。又比如炒股，研究发现，拥有较高情绪觉察力和调节能力的人，通常会有更好的投资表现。格罗斯曼的研究持续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智慧是可以练出来的。虽然想靠训练提高智商很难，但提升明智的思考和理性的决策能力却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尤其是第三人称视角还能减少我们常见的自我中心偏差，比如那个聚光灯效应，你总以为别人都在注意你的一举一动，结果其实并没有人关注你。研究显示，当人们以第三人称方式想象某个社交场景时，人们更容易放松，不那么紧张和尴尬。这种心理距离还能提供共情力，你更能站在别人的立场思考问题，更容易理解别人的感受。而且第三人称思维也更容易激活大脑中处理社会认知的区域，帮助人们更全面地看待人际关系中的复杂互动。用第三人称看自己也更容易带来自我同情、自我接纳，而不是一味的自我批评。它能让人们跳出内心那个总爱挑毛病的批评家，重新唤起对自身经历的好奇心，也更有机会发现内在的力量。这种方式其实和心理治疗提倡的自我梳理概念很像，不是逃避，而是换个角度看待自己，从而减少压力，缓解负面情绪。当然了，这并不是说第三人称就适用于所有场景。如果你需要给自己打鸡血，比如在比赛前激励自己，我能做到这种第一人称的激励语也很有用。一项硕士论文就发现，在某些工作情景的想象任务中，用第三人称对话并没有显著降低压力，这说明效果也可能因情景而异。但总的说来，当你需要理性一点、抽离一点、情绪不那么上头的时候，就试试第三人称自我对话。心理学里的建构水平理论提供了一个很棒的解释，他认为你们人类看待事情的方式会因心理距离的不同而改变，距离越远，人们就越倾向于用更抽象、更理性、更宏观的视角去理解它。而第三人称对话正是制造了这种心理距离的一种方式，它帮人们跳出当下，跳出情绪，用更长远、更大局的思维方式来看待问题，从而提升自控力，调节情绪，也让人们做出更智慧的决定。其实这套逻辑古人早就悟到了，历史上的一些名人，比如凯撒大帝，就爱用第三人称谈自己。这种修辞不仅增强了讲话的权威感，也许还真的是在他们管理情绪、做出重大决策时的秘密武器。现在的科学研究也在印证，这种古老的语言策略真的是有益的认知工具。一句话总结，有时候光是把我换成他，就能悄悄改变你思考问题的方式，甚至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别小看这一点点语言上的调整，它或许是通往更清晰、更理性、更智慧自我的一条隐秘通道。